大家好，我是七七，又到了每年我既开心又紧张焦虑的时候啦，因为又要跟大家分享年夜饭的视频了。那其实从去年开始，回家吃饭这种方式也在打动越来越多的人。这次呢，也是借着年菜的视频，希望给大家的年夜饭的餐桌也提供一些小小的选项吧。我们家的年夜饭也会从中选几道来做。农历新年也还是要祝宝宝们健康快乐，吃香喝辣，钱包都鼓鼓的。那就开始上菜吧。白菜我们只用叶子的部分，而且呢尽量把外层剥掉，然后也不要用里面的心，就用中间的夹层那几层就可以了。这几层的口感都非常的爽脆合适。把每一片白菜叶子都过一下凉开水，接着用厨房纸巾擦掉多余的水分，然后就直接手撕就可以了，只取叶子的部分。柚子也是直接撕小块一点，柚子搭配白菜的清脆，还有芝麻酱的醇香，再增加一点点酸甜的味道，真的是非常搭，推荐。现在就来调一个等一下拌着吃的酱料，黑醋可以用香醋或者是果醋来替代，枫糖浆也可以用蜂蜜来替代。把酱料搅匀就可以了。如果觉得稍微有一点厚，可以加一点点的温水，但是呢，也不需要太稀了。简单的抓拌一下，混合均匀就可以了，不需要过度的抓拌。这个清爽的开胃小菜就做好啦。用牙刷把海螺的表面都刷洗干净。顺着它的方向把海螺肉取出，去除紫色的部分，这个是海螺的胆。把海螺的鳃也去掉。接着就把这个比较大块的海螺的肝脏的部分呢，把它挤出。稍微的翻一下，把黄色的部分、脑的部分呢，把它去除。处理好的海螺肉就把它洗干净，然后切块备用。接着就来准备一些配料的部分，先处理冬笋。冬笋需要在开水里面烫一下，去除草酸，大概烫个2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然后就来做一个调味汁。日式高汤的做法，我在之前的视频中分享过，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。当然，也可以用其他的高汤或者是清水替代。
汤汁煮开之后，就把准备好的配菜按照胡萝卜、香菇、冬笋，然后最后放芹菜的顺序，把它们都煮熟就好了。把刚刚煮好的配菜，还有已经切好的海螺肉都倒回海螺壳里，所以海螺壳一定要充分的处理干净，因为我们会要把它作为餐具来使用的。再把海螺放回蒸锅蒸3到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这个味道是一个比较清淡的下酒菜，如果说你喜欢重一点的口味的话呢，也可以再挤一些芥末或者是酱油或者是辣椒油作为蘸酱来吃。糖拌番茄是我小时候过年每年都会吃到的一个凉菜，我觉得就是最简单的味道，却可以吃出满足感和幸福感。大家有什么记忆中的年菜餐桌上一定会有的那道菜，也欢迎在弹幕或评论中分享给我。把皮子削下来，待会儿我们要做上面的那朵花，尽量呢把它削得薄一点。卷这朵花的重点呢，就是开头的部分呢要稍微卷得紧一点，然后呢再稍微错落有致一点。等一下我们把花摆上去的时候呢，可以再给它稍微的整形一下，就会更加自然好看了。咸水鸭需要提前1个晚上来腌制鸭腿。把鸭腿浸泡在冷水中，大概泡个几个小时，中途记得换一些水。现在我们来炒一些盐，把盐、准备好的花椒都放到锅里，开小火，慢慢的煸炒。煸炒到这种盐的颜色已经有一点发黄，然后整个的香味都已经出来就可以了。炒好的盐放凉待用。现在来腌制鸭腿。每一个鸭腿上都均匀的撒上一些我们炒好的花椒盐，然后用切好的大葱段跟姜片稍微的擦一下正反面，接着呢就给这个鸭腿做一个按摩，让它更好的吸收这些盐。把大葱取出，再放一些姜片，就可以盖上保鲜膜，把鸭腿放入冰箱去冷藏腌制大概1个晚上左右。现在就可以准备来煮鸭腿了。水温大概在70、80度左右就可以放入鸭腿去煮了。大火煮开之后转小火煮40分钟左右。鸭腿记得放凉之后再切块。做年菜的话一定会用到很多的蒜，所以呢，建议大家可以先泡一些蒜头，这样会非常容易剥。这一道清炒芥蓝最重要的配料就是蒜，蒜呢需要一些蒜片，还有一些蒜末，口感和味道都更多了一层复合感。外层的皮如果比较老的话，可以用刨皮器刨掉。芥蓝用冷水浸泡大概20分钟左右之后再炒，会更加的爽脆。锅热之后加一点油，先爆香蒜片和姜末。先把切好的根茎部分下去翻炒一下。
之后再下叶子。迅速的翻炒一下就可以关火了。这道菜非常的速净，也很快速简单，挺适合在年菜的餐桌上来搭配着吃的。今天咱们来做一个正经的水煮牛肉，所以呢一定要用到高汤。这里的高汤呢，我打算用一点甘蔗来带出它的那种鲜甜味道，把甘蔗呢简单的煎一下，释放出焦糖的味道。准备好的牛骨还有排骨先飞水，冷水下锅，加一些姜、胡萝卜片还有米酒来去腥。接着就把飞好水的牛骨、排骨，还有刚刚煎好的甘蔗都放到煮锅里，加水先煮开之后撇去浮沫，然后就调最小的火，大概煲4个小时左右。这样煮出来的高汤就是既清澈又特别鲜美的。牛里脊先切成大块，之后呢再来改刀成薄片，大概2毫米左右的厚度就可以了。提前来腌制一下肉，这样子的话呢，它吃起来更加的滑嫩。让肉腌制1个小时左右，或者也可以提前1个晚上，就把它放在冰箱就好了。正经的水煮牛肉怎么能少了刀口辣椒呢？锅里加一点油，先倒入干辣椒，翻炒一会儿之后，再倒入花椒粒。这个过程是需要一些耐心的，一定要保持小火，慢慢的炒，千万不要炒焦了。把水分充分的炒干，炒到比较清脆的状态，然后就摊开晾凉待用。如果说过年当天还是觉得有很多事情要做的话呢，这个刀口辣椒其实是可以提前来制作的，把它密封保存好就可以了。所有的配菜都烫一下。加豆瓣酱之后呢，也是要保持小火来慢慢的炒酱，把它炒出红油，炒出酱香就可以了。基本上冒小泡泡的这种状态就可以先关火，然后一片一片的下入牛肉，这样子呢它也不会粘连，但是动作一定要快一点。煮开之后就可以来勾芡，然后就可以关火了。刚刚烫好的配菜就直接码在底下，然后倒上煮好的牛肉，
撒上刀口辣椒，可以根据你能接受的一个麻辣的程度来调整。最后再浇上热油，撒一些香菜就完成啦。响油鳝糊的主要配料就是蒜末、葱末、姜末以及姜丝。因为响油鳝糊是一道名副其实的快手菜，所以我们先来调一个碗芡，等一下炒的时候呢，就会非常方便快速了。做响油鳝糊呢，尽量是用那种笔杆鳝会比较好。然后我这个鳝丝是已经清洗干净并且烫好的，大概6-7成左右的油温，快速的下去，10几秒就可以捞起了。否则的话呢，就会太硬了，口感就不好了。油热之后，先下葱姜末炒香。倒入过油的鳝丝，快速的滑炒。可以分次倒入碗芡，然后快速均匀的炒一下就可以关火了。做好的鳝糊中间来开一个窝，撒上满满的蒜末，再滋一下热油，这道非常快手的小热炒也就完成啦。这样做出来的响油鳝糊非常的香，但是一点都不会硬，很嫩滑的口感。撒一些糖在鲍鱼上面，如果撒盐的话呢，会变硬的。然后用刷子把它刷洗干净，边缘呢都刷干净就可以了。需要把眼睛和牙齿都剪掉。再在鲍鱼的表面系一下花刀，这样的话它更加容易入味。如果觉得这个时候的鲍鱼不好处理的话，也可以把它简单煮一下之后再来处理。五花肉先飞一下水，这样也可以呢去除部分的油脂和脏污。飞好水的五花肉切成大块。
先来炒一下糖色，当然不炒呢也都是可以的，直接用冰糖加进去就好了。那我这里会用水油来炒，因为用铁锅它是非常容易糊的，如果焦掉的话，后面烧出来的肉口感也是不好的。它开始冒这些小泡泡的时候，就可以把肉丢进去了，然后快速的翻炒。这样烧出来的肉呢，它是口感比较软糯的。如果说你介意油脂的话呢，你也可以给它2次排油，就是把飞好水的五花肉呢，也可以稍微的煎制一下之后呢，再来进行这个步骤。接着就转到砂锅里面来慢慢的炖煮它，大概保持小火炖煮个1个小时左右，这样炖出来的五花肉呢是非常的软糯的。炖煮1个小时左右之后呢，就可以加入鲍鱼了，接着就大火收汁就可以了。今天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处理鱿鱼。先来把内脏清除，你可以像我这样用拽的方式，当然你也可以呢把它剪开之后再来处理内脏。取出软骨，把鱿鱼的眼睛以及那部分的软骨剪掉之后来处理牙齿，把鱿鱼翻转过来，然后呢从下至上的去挤，就可以把牙齿挤出，剪掉就可以了。接着就把鱿鱼剪开，把内部的一些残留，还有一些可以撕掉的薄膜都把它处理掉。接着来给鱿鱼去皮。鱿鱼须可以放在一个水盆里，也可以用这样子的细细的流动水去边冲洗边去揉搓它，把鱿鱼的皮还有一些鱿鱼脚里面的脏污去除掉。来给鱿鱼打一下花刀，这样子的话它也更容易入味。下刀可以倾斜大概45度左右，不要切得太深了，以防呢把鱿鱼切断了。水差不多开了之后就下鱿鱼，汆烫10几20秒钟就可以捞出了。
清洗干净的鱼呢，继续用厨房纸巾把里面的一些脊柱血，还有一些粘液呢，把它擦掉。也是在鱼身上系一些花刀，方便它更加的入味。表面撒一些盐，用葱姜就这样搓一下，也是很好的，可以去除粘液的。在烧鱼之前呢，我先进行一个腌制，加一些葱姜，还有花椒水以及料酒，让它腌制个20分钟左右。这样烧出来的鱼呢，就不会有什么异味了。腌制好的鱼一定要拿厨房纸巾把表面的水分擦干净，因为等一下我们要煎制一下。在鱼的两面都均匀的弹上面粉。锅一定要先烧热，油温大概在5-6成左右的时候下鱼，这样鱼皮就不会粘了。煮开后盖上盖子，中大火烧至15到20分钟左右，最后再大火收汁。响螺片要提前用水泡软。今天我用的是一整只鸡，大家也可以用半只鸡或者是鸡块来做。鸡的肚子里面抹一些盐，还有芝麻油，帮它稍微做一个按摩。螺片泡软之后，就用剪刀剪成大块就可以了。接着就把鸡放入焖炖锅中，把螺片也一起加进去。接着加水，大概没过鸡身的4/5左右。接着就开中火，煮开之后撇去浮沫，放入红枣还有虫草花，然后就可以转小火炖煮大概1个半小时左右。关火之前再撒一些枸杞，这锅温暖鲜美又养生的汤就做好啦。最后这道小点心团团圆圆需要一些黄豆粉，可以用买来的，也可以自己做，也很简单。洗好的黄豆就晾在烤盘上，然后晾干之后呢，就进入烤箱去烤一下，用锅子小火来焙炒也都是可以的。把它都烤到有裂口就差不多了。再放入破壁机中，打碎成粉末就可以了。混合粉里先加入沸水，再加入冷水，这样子做出来的团子呢，它的口感是非常有嚼劲、柔软，但是又不会过于的湿黏不成形。
猪油也可以用素油或者是黄油来替代。和成一个面团，然后呢就让它醒15分钟左右。还需要来做一些沾汤圆的蘸料，我来烤一些坚果碎，当然焙炒呢也都是可以的。烤好的核桃、花生，再加上黑白芝麻，就放到这个蒜臼里面，把它捣一下，这样子出香味更加的浓郁。醒好的面团就分成一个一个的小团，暂时不用的一定要记得用湿布盖起来，防止表面干燥。水开之后就把这些小汤圆下去煮熟就可以了。煮好的汤圆撒一些糖，这样子可以防粘。然后等它冷却之后呢，就可以穿到竹签上。再均匀地沾上刚刚混合好的一些坚果果干碎，就完成啦。简单快速的小点心，而且吃起来呢也完全不会甜腻或者是负担过重，也希望所有的家庭都可以团团圆圆、和和美美。看到这里的也都是真爱啦，那我也想借着年菜的视频跟大家汇报一下我这1年来的成长。首先呢，就还是要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陪伴，没有大家的支持，我可能很早就放弃这件我喜欢的事了。另外呢，就是也有很多宝宝们给我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，有鼓励的，也有提出发展方向的，也有视频制作建议的，也有替我着急，觉得我怎么还不火的。你们的建议我都有认真看，而且都记在心里了，也有逐步的在做调整，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我的进步。当然还有很多的不足，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给我建议，我们一起前行。那我们就新的1年再见吧，拜拜。